过去全台湾各地都有纯男校或纯女校，不过近几十年来，这类纯男校或纯女校的数量却越来越少，甚至有人提出应该要废除男女分校的制度。究竟当初又是为什么会有单性别学校的出现？这类学校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渐渐变少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单性别学校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说起单性别学校，也就是男女校，可能呢有不少观众念的国中或是高中就是纯男校或纯女校。这种把单一性别学生集中起来的教育模式，其实已经存在很久。最早的单性别学校还可以追溯到19世纪，而台湾的单性别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当时日本政府在台湾建立了不少单性别学校，例如嘉义女中还有北一女中。而这些很早期设立的单性别学校，就成为了后来各地区的第一志愿学校。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近年来许多的单性别学校也开始收异性的学生，例如高雄中学的科学班跟台中一中的美术班都开始招收女学生。而另外呢，像是台南二中还有嘉琪女中，则是直接转型成男女合校。而到了2022年，全台湾只剩下21所单性别学校，其中呢3所是男校，18所是女校。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初会出现这种男女隔离的教育模式呢？为何近年男女校逐渐减少，单性别的学校对于学生的学习究竟有哪些影响呢？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先别气馁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会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三餐外食、没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类型与烹调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此外，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这堂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已经突破2000人购买了，想要透过外食减重的你，千万别落单啦！趁课程上线前入手呢，都能够享有超值优惠，搭配我的专属折扣码SHASHAFIT，还能够再折200元，越早买越划算，赶快一起加入吧！要探讨为什么会有单性别学校的出现，我们得先来看看，在当初设立的时代背景之下，单一性别学校的功能是什么。在20世纪中期以前性别平权的观念还没有普及，很多学校会选择用性别隔离的方式，分开培养男女各自的性别气质。而当时的学校除了教书传递知识以外呢，也会要求学生学会怎么样当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男性或女性。举例来说呢，过去的男校会安排军训、军歌这样子的课程，除了某种程度上面为政治服务之外，也有部分呢是因为要培养男同学的男子气概。而女校呢，则是要培养女同学贞淑持家的女性特质，不只要学习缝纫、家政这类的科目，也将美姿美仪列入课纲。当年的课纲呢，参考了政府发行的国民生活须知，要将每个女校生呢培养成仪态端庄的女性。例如新竹女中学生手册当中呢，曾经有一条吃面包或者是馒头时呢，宜撕成小块，不可大口咬食的馒头规定，而这个校规就是过去留下来的规定。不过这样子的教学方式呢，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开始出现了质疑的声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声音质疑单性别学校的教育模式其实会对于学生的人格发展带来问题，将不同性别的学生隔离开来，可能会让单性别学校的学生因为比较少有机会跟异性互动，可能使得他们缺乏了跟异性互动的经验，甚至抓不到合理的言行举止界限。例如去年的5月，台大经济系学会候选人的政见当中出现了大量带有性别歧视与刻板印象的内容，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有台大经济系的教授指出，这种冒犯异性的行为呢，可能就是源自于学生从小在单性别的成长环境。那除了这种案例之外呢，也有些男校毕业的校友回忆说，在高中时期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讲黄色笑话，或是讨论异性的外貌。那像是这种高中阶段的社交手腕在大学了之后就变成了非常不 OK 的社交地雷。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单性别学校呢还是有它独特的好处，应该要被保留下来。
有些支持的想法是在单一性别的环境里面呢，比较不会被性别的框架限制，对青少年的人格养成有帮助。例如有很多女校毕业的校友说，你在女校呢不会听到女性不适合做什么，女性的数理表现比较差的说法，也不用担心因为性别气质不够女性而受到异性的嘲笑，不会有人因为你是女性而限制你想要尝试的事情，在单性别环境当中可以自在地做自己。有人说，因为女校都是女生，所以行为举止跟外貌比较不用在意男生的眼光，无论是盘腿啊、翘脚或是开腿坐，甚至呢像是头发直接卷发卷啊，用鲨鱼夹都可以很自在。有一派的想法认为在国高中最需要专心念书的阶段，单一性别的环境可以让学生能够更专注在学习本身。而除此之外呢，也有研究指出，单性别环境当中，学生的互动与合作表现都比男女合校时来得高。学生呢更愿意向同侪请求学业上面的帮助，家长呢也比较不会对于留校讨论啊，或是开读书会有太多的意见。还有一些认为应该要保留单性别学校的人认为，如果强迫学校转型，可能会对于校方还有学生都带来不小的压力。从学生的角度来说，从单一性别环境转化成男女合校的环境，这样子的改变呢，对于男同学或是女同学都是一个需要重新适应不同的环境，而只要有变化，就会带来压力，会需要学校跟老师们花费更多的心理辅导。那这就要讲到，很多人担心校方的调整没有办法及时解到位，因此造成了更多的问题。校方和老师们呢，不只需要重新调整课程的内容，学校也需要增加额外的活动，来增进不同性别学生之间的认识和交流。但这些都会对学校老师带来不少的额外负担。此外呢，学校的硬体设施也可能会造成学生的不便。例如单性别学校的厕所配置通常数量都很极端，因为原先除了教职员啊、美术班或是音乐班等等的特殊班级学生之外，就没有其他人需要使用。但是在转型过后，这些与生理性别相关的设施呢，都需要重新分配，这对于学校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虽然大家对于单性别学校的教学环境啊、文化氛围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人认为单性别学校提供了一个更加舒适自在的学习环境，有利于学生自我展现，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指出，这种学校环境呢，可能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不符合现代的社会需求。大家可以发现，不同立场的人呢，对于单性别学校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大家呢的目标都是要打破传统的性别框架，让学生能够自由的表达自己，并学习尊重异性。因此有些人觉得，比起废除单一性别学校，或许更优先的选项是去完善各个学校的性别平等教育。提出这类想法的人呢，举了2022年的教育部的性别平等教育白皮书当中的内容来作证。白皮书里面提到，目前台湾的性别平等职前训练以及相关的认知制度都还没有落实，各级教育人员并没有普遍具有性别意识，还有许多的进步空间。这可能呢就会导致性别平等的观点无法在各个教育现场普及。因此，如果能够让教育现场的性别平等意识更为健全，这或许也是在废除单一性别学校外呢，可以有效改善问题的方式。我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议题的分歧其实很大，不少民众普遍支持单性别学校转型，但就读单性别学校的多数学生呢，却希望保留这样子的教育制度。我们发现会这样子分歧的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成长历程当中，都只经历过一种类型的学校，这让我们很难同时比对男校啊、女校与合校之间的差异，导致呢每个人对于单性别学校的经验与印象都会有不小的落差。多数对于单性别学校的讨论都是聚焦在对于性别意识啊、人格养成有没有帮助啊、有没有正面影响啊，就比较少讨论为何许多人在毕业离开母校之后，依然能够维系对学校的认同与情感，并希望它可以继续的维持原样。这其中关键很可能正是学校独有的故事跟文化，而学校各自不同的校风，不只象征着学校的特色对于一些历史悠久的学校来说，更是一种专属的文化，专属于这所学校的故事。单一性别的特性呢，某种程度上面也是一种校风跟文化，为学生和校友们营造出一种特殊的认同。不过，即使单性别学校可能有它的问题存在，但要直接废除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学校要做改革，必定呢会需要考虑校友们的感受，以及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些执行层面的难题。但无论这类型的学校有没有保留，我们觉得性别教育的普及或许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呢，无论是男校啊、女校还是男女合校，是每间学校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对于单性别学校有什么看法呢？单性别学校的存在还是不利于性别平等，应该要陆续的转型。B 单性别教育呢有它独特的好处，应该要保留单性别学校。C 与其讨论要不要保留，不如努力的推动性别意识的普及。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单性别学校。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高中生不玩社团了吗？以及男女混宿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Surprise！ 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哈密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奖励，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